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哈。不好意思，晚了2分钟哈，因为我那个摄影机新买的这个旧的坏掉了，临时调不出来啊，不好意思啊，耽误各位2分钟，我们再把它补齐哈。那首先呢，要讲一下，因为老师最近有一个感冒咳嗽，所以说呢，那过程中可能咳嗽一下，各位请多包容一下，好吗？好，那先跟大家报的这个开工大吉啊，开工愉快哈，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春节连假已经结束了，好吧？但是啊，我们的在元宵节当天啊，我们天官赐福的补点灯的法会啊，我们还是会继续接受各位的报名。那我们在元宵节的那个点灯法会，就是之前你还没有点过的，你还没有在老师这边点过的哦，你就是可以在这边报名，或者你没有在其他地方点都可以。你还忘记点灯了哦，来不及点这些什么药师灯啊、元辰灯啊、太岁灯啊、守命灯之类的。好，你还没点的，那你现在报名啊，老师还是可以帮你点上去的，在天官赐福就是元宵节那一天。那你之前已经参加过老师的这个点灯法会的，不用再报名啊，你们的名单都会直接在天官赐福的那一天，也就是元宵节的那一天，老师会再一次的帮你们去做补强跟祈福，毕竟天官赐福嘛，对不对？这个有福不祈求一下，那不是有点浪费吗？啊，所以是说呢，你第一天有参加的，你会收到老师2次给你去帮你请神明来给你做了加持，好，那就不需要再报了，好吗？就不需要再报了啊！就第一次有报的，你就可以被老师我们来帮你做2次的一个加强。那还没有报的，那这是可以报。那金老师那边，如果你在那边报的，那你只要我跟他那边报一个就可以了，不用2边都报，好吧？这金老师他也有在点灯哦。那这个我跟他之间2个都一样地方都可以，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点的。那今年比较特别的东西是说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赤马年其实老师过去一次跟各位讲，你们都不会有实体灯，我们在元成宫里面点灯但今年比较特殊你第一梯已经点了灯的了，但你的实体灯老师其实都帮各位去点一个实体灯就是我们的大龙灯这个灯就是持续到你第一梯法会做完之后我们一直点到了天官赐福的那一天。是实体灯，那为什么没跟各位讲呢？因为其实，老师考虑很久了那个就是说考虑到很多事情了当然就是说这个赤马年比较需要多一点点的力量，所以说老师这一次用的是比较久远的。那你第二次点灯呢，会不会有实体灯？也会有实体灯只是我不会拍给你看啦，因为我们用的是大龙灯那个超大那种龙柱灯我们帮大家一起做守护的，好吗？那个龙柱灯是超大根的，你知道吗？那种超大根的东西。那会点到什么时候？老师会把它点到我们的春季我们觉得可以合适的时间，大家可以平安的时间那我们才会准备下一次的，好吗？这请放心这有些朋友有跟老师问这个问题只能跟你讲今年是特殊，过去我们是实体灯是不点的，那我们今年特殊点了实体灯，点一个时间段。那其他的庙宇里面，你说你有点灯，那基本上都是 LED 灯比较多了你说有些人就说老师，那个去什么某某山到中国某某山我去点灯，他立刻给我点了，他拍照给我看那个灯。我说实在的啦，点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看你要怎么做科仪啦。实体灯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去点就是很重要的时候才会去点。那不然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庙宇都是做的是科仪做的是这种元辰灯就是用科仪帮你在另外一个世界你的元辰那边去帮你点。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庙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看到那一盏灯它也最多就7个小时了。点不了多久了，那个燃料是有限的，它也不可能每天给你去换了。如果每天可以去换的话，你每次去拜拜，你看到满地都是灯了，对不对？因为它一收就几千个人嘛，那不可能。所以说呢，那个一般的庙宇它都是走的是科仪灯，我们都是走一样的道法，都是科仪灯。那么这实体灯你不用太去做那个去处理。老师良辰吉时没有办法开启这个东西，良辰吉时的东西我等下去处理因为我忘记去续约既然跟我讲，我知道了。忘记续他的那个 SL 证书那我等一下去做。LED 有没有效 ？LED 你应该这么讲 ，LED 是给人看的，好吧 ？LED 是给人看的，而不是给那个真正去点灯看的。LED 是给一般庙里面，过去我们看到都是点蜡烛，对不对？那蜡烛也就过了那段时间，后来有 LED 之后或是有灯泡之后就用灯泡去点，那点是点给人看的。然后一般的法师，好像老师我们正统受过这个。一脉相传的这些法师都知道，我们做的都是科仪灯 ，LED 是给人看的，好吗？那不是说有没有效，他只要做了科仪都是有效的，任何一家庙宇都是一样，他只要做了科仪都是有效的。然后庙里面做那个元辰灯柱或药师灯柱，任何一个那个灯柱都是给人看的人觉得我有点，一看那边有亮，对不对？那至于为什么要点这个你说那个实体灯那就是我们蜡烛点的东西。你真的要去处理的时候，你必须用蜡烛去点。为什么？因为蜡烛它是一个燃烧出它是真实的火焰，这个火焰是属于一个等离子体，你知道吗？
等离子体，各位知道一下，火焰它是没有实体，但是它就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它在做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法术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特别的科仪跟法术的时候啊，它是有它的效果在，但是不是叫你点1年点1年那是有点夸张的事情，好吧？一般来讲点几个小时而已，你点到1年有点夸张。那其他 LED 呢是点给人看的啊，这个是一个实在的事情啊。这个很多朋友在问说点灯的实际状况到底怎么样，就稍微跟各位去解释一下好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哈。这最主要是说春晚那天呢，我们看到这个4大家机器人它变成一个非常百家争鸣的状态。老师看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那各位有没有记得过去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新年的时候老师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说他现在此时此刻他可以丢手绢，明年他就可以翻跟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我们去年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他最享受在丢手绢嘛，丢上去然后可以接住它，继续转，对不对？那老师跟各位当时讲说，他明年就可以翻跟斗，你信不信？那实际上有没有翻跟斗？还真翻跟斗了，对不对？他真的翻跟斗了，为什么？因为当他可以丢手绢的时候，代表是说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一个稳定性了。这次老师去看去上海的时候，带小朋友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个 AI 机器人的表演，我就听到怎么旁边有个砰砰砰砰跑步的声音，我以为哪一个熊孩子，对不对？跑步跑那么大声干嘛？你怕你妈不知道你在哪里是不是？结果我错了，跑过来真的是一个小孩子，没有错，小孩子在120公分高，但是他是一个机器人，对，沿着路一直朝我冲过来，会不会怕？没有，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人拿遥控器所以这次的春晚它其实基本上所有的一个桥段里面都会有人拿遥控器在后面去做操作的。这个很多人就说老师那个某些颜色的鸟，他们就说那个遥控器，我跟你讲，那真的是遥控器它现在的 AI 的机器人是没有办法没有遥控状况之下，它做出自我反应那个是有困难的。你说比如说我们让这些什么 Siri 或之类的这些某某同学之类的，那些东西是它在原地里面不做反应的状况之下它是被动的去征询它做出反应来。但是如果你要机器人状况之下，它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单纯透过 AI 来进行跟你完全的互动，除非就是你在那个大堂站的那些单纯就是只会回答的不一样，它这个是会有运作的。所以后面它是我机器人。那因为看了春晚之前，我在上海已经见识到了，他们是后面有人在遥控说他可以跟你握手跟你招手会给你做那些反应的确是有遥控器的。但是这个地方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呢？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于是说，它这个机动化的指令去做的时候，他们不但可以跳舞，也可以打拳。各位要去了解一次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让各地的强权能够睡不着觉呢？因为这些的，就算哪怕后面有人在遥控那他也不见得全部都要一个人去遥控，或是很多人去遥控，他可以透过 AI 去遥控 AI。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谈过这个 Open Cloud 就是一个就替你去主动控制 AI 的这个新的一个模型免费的开源的。那老师自己有没有用过呢？我是目前不打算使用，因为我觉得它去使用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有一些的小小的缺点，它不见得是安全的，但还有一点小小的缺点。那毕竟我做 AI 的嘛，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有在观察，我有进一步的状况我跟大家去讲。但是各位你要去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春晚这个机器人，它是其实不是只有人可以去控制这些机器人，它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第三方的 AI 再去控制这个机器人。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它的无人机那无人机的大秀无论什么飞龙在天或者是什么凤舞9天，这个东西各位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过很多了。那在这个状况上面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透过一个人去做的？没有，他们是透过可程式化，也就是说呢，下一个指令把你之前跑过的模型再把它直接在深空里面，然后互相的去闪亮，说上面会动的一些龙飞凤舞都是 LED 灯去闪的，但是它排起这个阵的时候它是透过了一个程式设定好的模组去跑的。等于是说这次的春晚演出大概率也是这样大家都是配合那个模组去运动的，它不需要即时在后面去处理，它能够控制的，比如那个小品那个小品就一定有人在后面去控制去做反应。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它有时候会慢一拍，小小的那一拍代表是后面工作人员他反应的时候慢一点，或者他会有一些 delay 就是他有一些那个网速的问题会延迟一下。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些事的时候就要发现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当中国有这个能力不好意思，当中国有这个能力来进行这么大量的机器人去给你做表演的时候，那么就代表了它已经可以做成什么呢？它可以做成由人机跟机去合作，人加机加机，什么机呢？人加机器人加机械狗的3方去合作。
哦，对你地面上面的一个战略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这个机器人它已经可以翻跟斗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它对一般的复杂地形啊，你不要说去登那个什么华山啊、五岳啊或栈道啊那些太难了，那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如果对于是一般的城市战里面的巷战所需要用到的场景，那么机器人它是可以去做克服的，因为它都可以翻跟斗，它都可以去打拳了。那么为什么它地形没办法克制呢？是可以的。过去我们知道，克服地形最好的一个机械，当然就是所谓的机械狗。那如果今天是有人去控制机器人，做最低限度的指挥，然后机器人就负责观察地形，再去给机器狗做指挥的时候，那么这个机器的机械军团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在宇树科技里面，他们有说啊，他是说他今年要做2万台的出货机器人量。2万台出货机器人，各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吗？就说实在的吧，我跟各位做个实在的，他这样才入不敷出呢。他出了2万台，他的公司还不能够盈利，他是没办法盈利的。那一台机器要多少钱呢？一台机器人呢，好像8到10万块人民币吧，啊，就是他们的机械校有在卖了。这些那个丢手绢都已经可以卖了，机器狗也在卖，但是他们功能很阳春。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今天如果你要训练一个解放军的士兵，那你要花多少钱？从一开始的新兵蛋子到最后可以用上战场的，这整体训练的所有成本加起来，约莫估计大概需要80万人民币啊，80万人民币。那你后面还有一些，当然里面包含他的薪俸啊，一些准备金加进去，大概需要80万人民币一个人。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一个机器人做出来，你需不需要80万？你刚才讲过，它8到10万嘛，那么你需要多久时间训练它？你需要3个月、半年？不用，它出来就立刻可以上战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人在军事里面最害怕的就是你的老兵不够多啊，就像我们古代战场里面啊，农民军可以阵亡，士兵可以阵亡，正规军也可以阵亡，但是装甲兵不能阵亡。装甲兵是什么呢？就是重骑兵哦，你身上穿的带的铠甲，然后呢，你还可以骑着马，马身上也披战甲，对不对？那在那个状况之下，重骑兵那是绝对不能够损失的，要损失很少。哦，这样机器人就是这样，那机器人它就变成是说，我今天生产一个士兵，我只要很短的时间、很低的成本，然后它立刻就可以上场，而且它不怕你的这些热兵器的攻击，那么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可以随时去把你整个战场所有的地面战、所有的一个胜负啊，完全翻转过来。为什么？因为它的士兵的阵亡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哪怕你用导弹去把它的控制基地给它炸毁了。但是这种控制不会只有一个基地，它也不需要密集在一个地方去做遥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北斗卫星，他们现在又要进行了低轨道的卫星，也就是中国版的星链计划。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可以在全世界任何战场上面，只要它的技术成熟，那么它可以在任何战场上面进行它的所谓的机器兵团去进攻，那么就真的像那个阿诺斯瓦辛格拍的那个的《The Terminator》魔鬼终结者一样，它就可以驰骋整个战场，几乎是没有说可以有敌人的。除了核弹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中国的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不要小看，我看到那个它变化的时候，虽然在我意料之中啊，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说，这个机器军它一旦成真啊，那真正的属于中国的现代版的大唐盛世就要出现了。大唐盛世不是只有强它的贸易啊，也不只有强它的文化，它的军队很厉害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最强的碳基生物，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啊。他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嘛，对不对？为什么唐太宗底下将军不造反？因为没有人打得过他嘛，是不是？带300个人出去，遇到5000人，优势在我，对不对？然后让3个人去引诱对方的将军啊，那也是优势在我，是不是？怎么样都是优势在我的状况之下，代表他的武力极强，那中国就可以拿到武力极强，根本不用太去期待解放军是不是可以消耗过多的一个国力，因为解放军的数量可以慢慢的减少，而他自己的机械士兵可以慢慢的增加。那替换过来之后呢？中国现在有200万，你就可以用的一个士兵来看，100万大军是现役的嘛？你随时招100万回来，就变200万了。那我就说100万，100万的人里面，他裁了20万，都还可以再增加100万的机器人部队都没有问题。因为机器人你后面要更新的大概就是你的软体，好，还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其实怎么样去替换，都比养一个解放军来的便宜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什么？一定属于中国人的时代。这个不仅仅是只有在经济上面，也不只有在工业上面，就连军事上面啊，这个东西中国是难以去取代的。那有人说，老师你这样你不对，因为中国大概也超 Google 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中国的可以量产 ，Google 的可以量产吗？就懂老师意思吗？Google 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效果也是很不错，但是它能不能量产为军事化啊？这个有障碍，因为在美国里面啊，Google 它并不是军火生产商，它能不能做出机甲士兵，这个抱持一个问号。你说日本我还信，我说真的，你说日本做机甲士兵我还信，但是机甲士兵不过海，因为它出不了海。哦，这个是有些问题的。那中国的机器士兵能不能过海？也不能，但是人家有什么？人家有无人机呀、你拿它什么办法？人家还有东风快递呀、你拿它什么办法？说这个地方来讲啊，其实这一次的春晚，其实真的是让人家振聋发聩哦。整个属于中国的强权势力啊，就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确定它一定会升起，而且未来引导至少50年的时间呢、中国都可以是一个军事非常强大的强国。你怎么去否定它的政治都无所谓哦，你怎么样去讨厌那些他们的制度也都可以，但是你无法去抗拒来自中国这么强大的这个整体的军事实力的上升，那这个是基本上你是无法去抵抗的。那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现实去理解它。而在这个东西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它现在还有包含的是说机器人那么快之外啊，我们可以预测到明年的春晚上面呢、我可以跟各位讲，明年的春晚上面中国就会展现了什么完全拟人化的机器人，这是什么？春晚上面的演员，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各位，时代就进步这么快，明年的春晚我们就可以看到，应该我这么预测了，好吧？明年我应该还继续直播，算我的命应该没那么快的陨落，对不对？我还没那么快羽化，是不是？所以说啊，明年的春晚我们就可以看它是不是做出拟真化的。之前我们看到有人走猫步的机器人，对不对？明年春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让你难分真假的演员在上面，而今年那个老太太根本就看得出她是假的，那个当然无所谓，她只能坐着也不能站着。但是明年它可以站，而且你还不知道它是机器人，这就是会存在的一个状况，好吗？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现在高科技动力炫这很厉害，少林武功机器人那个武功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展现什么呢？不是展现他在战场上用武功强不强，它展现是它的机动性跟灵活性啊。其实我们要看它可以打武功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机动性跟灵活性，而且啊，这里面有个桥段啊，被某些特殊颜色的看到说啊，机器人跌倒，他们大呼过瘾。你是傻的呢？我告诉你，我整场都想到他会不会跌倒。他一跌倒的时候呢，我是吓一跳，但是我发现那3个小孩靠近他的时候，他造成的是一个看究竟的状况，就知道他是演的。为什么？因为他也要告诉你，我机器人会不会跌倒？我就算跌倒，我还可以自己站起来。跌倒可以站起来，你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跨越度吗？人跌倒可以站起来，那是因为你是人呐、机器人跌倒要站起来，你跟我叫王八翻过来还自己翻回来一样这么的困难，各位去理解老师的意思吗？他如果已经给你展现了，我不但跌倒，我还可以站起来，那么这个机器人在战场上，他被击倒了，断了一只腿了，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找到平衡的地方站起来，然后继续作战，甚至可以传输整个战场上的一个情报？他会不会叫医护官、医护官、医护兵、医护兵？不会，他就继续在战场上去奋战。他只要还能动一个地方，他就可以继续作战。你跟他打巷战，根本就是完蛋。各位，这个很明白的事情啊，中国就是会变得这么样的强大，好吗？可以说超级金军铁浮屠的确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铁浮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日本2次潜航时是不会的，因为他已经快完蛋，他潜航也没有用了，好吗？他控制不下来，哦，被什么天说那个民营尾器表演用的是便宜低阶货啊，那个没办法，那个没办法，好吗？所以说啊，你要去看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就要去公正客观的去看整个经济的一个脉络。说中国它如果已经可以做到这个人可以翻跟斗了，那么它做其他的，比如说你知道炒菜啊，或者是搬运搬货啊，不见得只是用车子去搬，那个机器人还可以居中指挥调度。很多人说，老师，二足二手的这个机器人啊，效率不会比那些地上走的那些运输的机器人来的快，这是对的。这肯定是对的。人类的行走方式是整个地球上面最没有效率的动物移动方法之一，就是我们是直立的哦。最有效的当然就是因为你有地心引力，所以说你趴在地面上，那是绝对最稳的，对你的生存最有利的。人二足行走那是最不利的一个走法，各位去科普都可以知道的，这个我不用特别去跟你解释，科普就知道了。那机器人为什么还要让它2足站立呢？第一个是拟人，让别人不知道你是真假。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整个战场调度哦，很多事情啊就必须有一个标杆在那个地方去看。所以说，机器人它不一定只能去做一件劳务，它可以成为
AI 的 AI 哦，控制 AI 的人，那人去控制机器人，可能未来还要通过好几手，通过这 AI 去处理事情，这个不可能吗？各位，其实你可以知道，比如说像那个小米的那个某爱同学，对不对？他就可以怎么样呢？我只要讲一句话，他可以帮我开那个米系列的所有的一个家电，只要跟他连线都可以用家电。所以我是不是透过一个某爱同学，我就可以控制，比如说我冷气啊，比如说我的空气清净机啊，比如说控制我的扫地机器人啊，都可以。未来就是由这个人形机器人去控制你居家，甚至公司里面各种样的设备，因为你直接命令的时候，你没办法保证每一个设备都有智能。但是你中间有个高智能的 AI 去替你处理这些需要一个一个吩咐的事情的时候啊，它的效率之高会超出你的想象。因为人还声音还要去辨识，机器对机器之间就只有指令传输，速率之快之准确，你是难以理解的，好吗？好，那我们去下一个话题哈。来，第二个话题最重要的是关税哦。这个我们的伟大的这个美国那个民主灯塔特朗普先生，他这次的这个最低关税啊，已经被打回票了啊，就是被他们的他们的大法官打回票了。那打回票的状况之下，那是不是大家的关税都解禁了？当然没有，他立刻就增加了所谓的最低的10%关税上面呢，再增加15%，也就是25%。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台湾地区里面啊，其实蛮有趣的。很多人说，哎，我们的真是聪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锁定15%了，所以是说呢，它增加15%到25%，其他人都会有事，就是我们台湾没事啊，所以是说呢，这个合约签的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哦，我们讲客观的数据，我不跟你讨论这个政策的对法，我也不去攻击其他的名嘴，好吧？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就事论事嘛，好吧？我就是个算命的，你不要问我说站谁那边，都一样。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这是川普引用的新的这个关税啊，就是把它变成从最低时再加15%啊，哦，那从从那个2月24号开始。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哦，对我们台湾地区来说，我们已经签了，我们是15%，说它会不会叠加上去呢？不会啊，不会，的确是不会，这个确实它是不会的啊，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15%，别人是20，我们是15，理论上是这样讲是没有错。那这里面有2个变数，第一个变数是什么呢？这个议案还没有签啊，你签了哦，那你后面才有办法去说，但是签了是不是对的？签的肯定不是对的，各位去理解老师意思吗？你今天加25%，你15%，你不赶快签了，我们就保护自己啊，对不对？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的政府，但是我们政府本来就很有智慧了，好不好？这是天上人的事情。好，但是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这一次的关税它能够去延续的时间只有150天，对不对？35、15，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5个月之后呢？它这个关税它就不能够继续课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有说这个特朗普他是总统，他当然可以延续啊，他用不完的工具，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他有任期限制，特朗普有任期限制。以他现在的状况，他有些人跟老师去争，说他可以让自己跟习近平一样当第3任，或是修改宪法让他自己无限连任下去。这个东西在美国是几乎是不可能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但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是说啊，它的政治是开放的啊，或它可能性比较高。但是这个东西是伤筋动骨的，你是把全球的民主制度按在脚底下踩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修整，是说你可以连任。连任的意思就是跟你当国王没什么两样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对美式政治来讲，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啊，这个是要修宪啊，他们的宪法法庭能不能过都是一回事，至少在特朗普的任上，这个宪法法庭就算开也开不完，这个我们可以确定。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这次引用的关税啊，它是必须150天之内啊，他必须获得国会同意，或者是你要再开，你也得国会同意。国会如果不同意，那么对不起，你这5个月之后，你的关税要回到之前的关税的状态。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哦，这符合之前关税状态，所以说变成什么事情呢？就变成是说啊，别人可能只要6%的关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关税啊，它只要6%啊，6%啊，或到从6.5%了，我们台湾地区啊，哦，现在15%的基准税率不叠加。但是之后呢？我们还是15%的话，那么跟我们原始的6.5%开始到15%之间的税率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去实行了，因为我们很多是6.5%而已啊，所以说你一签等于会让你整个经济是在5个月之后就完完全全输别人一大截，因为你的出口成本10%的关税会增加上去，因为你本来只有6.5%。对不对？那你最高也不过15%啊，但是你现在只要全部锁定15%，那么你也就完蛋了，你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啊，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个签署生效是在2026年2月12号，
但是呢，这个是只能依赖美国的诚信，但是还有就是说，你签订了，你在国会有没有通过？如果台湾的国会不通过，那么这个签了也是没有用啊，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制衡制嘛，是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啊，你也别问我。那我们的伟大的民主领袖啊，台湾之子啊，那个民族英雄啊，他是说如果没有签的或没有国会没通过的话，会招致报复，那就很奇怪了。我这个乡野村夫，我不是很理解啊。你这个东西如果签下去的话，我们长期的经济都不景气了。我说真的，你这个通过我们长期经济就不景气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但是或许天上有天上的想法，我毕竟只是一个莽汉，对不对？莽汉而已，我是一个安坑区的一个莽汉而已，对不对？那说我不能够去理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去做的呢？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它也是15%的关税，15%的关税啊，就不叠加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去理解一件事情啊，理解一件事情。大家有发现现在好一点？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恢复了？恢复跟我讲一下恢复好吗？好，感谢苏建啊，感谢苏建的赞助，好，谢谢。好，不好意思，刚卡了，刚卡了一下哈。那其他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它也是15%的基准关税，它不会叠加。那后面有它的5500亿的美元投资，还有每年80亿农产品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日本它双边协议又让它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它之前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它的汽车关税就会从原来的2.5%锁定到15%，这对日本来讲，它的造车工业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日本以前的汽车关税是2.5%，说现在如果你说新来的公司内阁或怎么样状况之下，你没有把这个新的协议重签或是商量的状况之下，你把它处理好的话，那么日本的汽车输入到美国就会面临到15%的关税。15%的关税啊，在之前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最低关税状况之下，80%啊、40%啊，随便乱喊的状况之下，好像15%是比较低的，但实际上它之前才2.5%，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韩国也是一样，那韩国它之前最高被降到25%，那稳定性也比较弱的，现在它把它维持到15%。但是呢，还是有跟日本一样的问题，跟台湾一样的问题。在那个之前，他们其实关税是没有这么高的，只有美国特别需要，比如说半导体类的，记忆体、半导体、稀土类的，或是精密工业类的，美国特别需要的，它不需要去课征这个关税之外，其他一律课征15%。但是这个在最低关税实施之前，他们都是个位数的关税，都是不高的，都是不高的。所以说，一旦这个状况，它最低关税已经被判的是美国内部判的是违法的，然后必须要收回的，必须要取消的。那么在5个月之后，势必它整个关税壁垒都会崩塌掉，因为你不能够再维持啊，国会不允许的状况之下，你是很难维持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边算5个月会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多少？5个月之后嘛，就在7月24号到期，或7月20号、8月24号。我不晓得他们那个算法到底是怎么样，应该算8月24号到期。那8月24号到期的状况之下，它能不能再续呢？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就要期中选举了。在期中选举的时候，然后你再把最低关税再把它拉出来，那就很困难啊。整体状况之下会变得比较严苛啊，是不容易去让它成功的地方。那有人说，那老师，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撕毁啊？签好了能不能撕毁呢？那当然也是不行的。国际合约啊，你美方可以撕毁你的，但是你不能够撕毁美方的。我们这个事情讲的有没有很清楚了？美国可以撕毁你的协议，但是你不能去撕毁对美国的协议就包含就是说日本给他承诺的5500亿的美元，或是韩国跟他讲3500亿美元，或是我们台湾的848亿美元的采购承诺，还有把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全部移到美国去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啊都是帮斗在内的，所以说你要撕毁它也很难。那我们最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比日本跟韩国有点弹性，就是我们国会如果不通过，那这个东西就必须重谈。重谈状况之下，那当然就有 range 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能撕毁，就是你已经谈完的，你只能协商；你没有谈完的，国会还没有通过的，那么你要想办法再把它重新协商这个是会有一定的概率。即使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通过，然后又恢复到25%的关税，那它最长也只有5个月。但是如果你让它通过了，那你就是永久的15%，那个是会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在那个状况之下，你说在中国来讲有没有影响呢？人家的体量不一样，台日韩的体量不可以跟中国去比，你3个台日韩你也比不过一个中国，这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有什么呢？它在现行关税上面，它还可以继续加征美国，你加征我15%，我加征你34%，对不对？
还有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啊，所以说呢，它也都跟 WTO 申请的一些诉讼，说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大型的出口国，它既然是出口国，而且你该制裁中国的你都已经制裁了，它现在是死猪不看酣水烫，我只要去限制你要我的，我就可以去好好让你够你喝一壶了。所以美国再怎么凶，它能不能对中国做出什么样的新的制裁，那是很困难的。之前我们有听说过，是说美国讲是说，如果当中国攻打台湾了，然后再要把它踢出SWIFT，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啊，你觉得是让中国投鼠忌器呢，还是让中国笑掉大牙？当然是让中国笑掉大牙了，因为这个你要把中国踢出 SWIFT 这个事情啊，你是可以这么想，但是你不能这么讲。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自己的筹码跟工具，然后以后来对付中国，因为超限战里面就已经谈过这些事情。2016年吧的超限战的理论就已经讲过了，把中国踢出 SWIFT， 然后来去扣除它的一些外汇成本、外汇的一些储备，这些事情都是工具，大家也知道你有这个工具，但是你可以这么想，你也可以这么准备，但是你不能这么讲。因为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你连中国都可以踢出 SWIFT 的时候，那么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你不能踢出 SWIFT？对不对？我叫风吹草动，你就威胁我踢出 SWIFT 的话，那我还要跟你讲什么吗？你的 SWIFT 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吗？你只让中国说，啊，你这摆在台面上了，那么我现在去美元化，我现在把它建立我新的人民币的渠道，是不是显得合情又合理呢？因为要跟我做生意的不是只有你嘛，对不对？要跟我想赚中国钱的也不是只有你嘛。那如果我不用 SWIFT， 那我就变成是什么？我每个国家单独去谈一个清算机制。所以说，现在中国就跟欧洲，比如说英国这些国家去谈那个清算机制嘛，对不对？那清算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英国直接跟中国清算，我不透过 SWIFT 了。那是不是这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把中国踢出 SWIFT 这个事情，如果你存起来以后当成工具、当成武器，这是绝对 OK 的。但是你不能讲出来，一旦讲出来，言出法随，全世界都会知道说你要拿这个当武器的时候，那别人就会跟中国签，因为你可以没有俄罗斯的石油，我可以跟其他国家买，但是你不能没有中国的工业品，没有中国的工业品，你立刻就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运转，就连半导体都很难去运转。不要以为中国半导体是必须受制于台积电，台积电还讲很多次，它只是负责高精尖的。真正成熟的，你在100奈米以上的，全世界60%都中国制造，中国去出口的。那么你把它踢出SWIFT，那我家半导体还要不要用？难道就台积电做100奈米以上的吗？它还可以做到，但是它没有空去做，因为人家做的高精尖的东西，而且台湾的体量就不够生产这么多的东西，你还是必须要低阶的去生产。难道你要叫越南生产吗？他想他做不到啊，对不对？臣妾做不到啊。那你要从中国去做，因为它包含你要做半导体的稀土，你也只能在中国境内去取得。那你去把它踢出 SWIFT， 你不叫大家一起去死吗？所以其他国家会不会开始警惕？我加紧的、加速的，我跟中国跟你谈单边的清算机制，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直接清算。做生意呢，你可以直接从某个国家银行直接到中国银行，不要再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了。你有玩过 TT 就知道，中转行让你转到你七荤八素，本来可以5天到的，远一点的国家经过2-3个中转行，像20-30年前，你经过2-3个中转行，你这一笔款子你可能要半个月才收到。TT 本来应该5天，那么有时候你抽到半个月才收到，因为中转行太多了，是不是？你还去追中转行到哪个中转行了？那没办法。但是你单独清算之后，就有利于他们清算速度的提升啊，这是有的。比如说，你知道台湾去汇款到中国，对不对？那这个清算就很快，对，那清算就很快了。然后那个他就开特别通道嘛。但你从其他国家汇款到中国，你现在通过SWIFT，它真的速度这是比较久的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而加上中国它还有所谓的一个大豆牌，所以说它后面你还有其中选举，中国如果继续的不买美国的大豆，那美国大豆真的是有地有豆，但是你卖不掉。那么你的其中选举也会很难看，因为大家知道我死跟你死来讲，当然是你死好了，死贫道不死道友嘛，死道友不死贫道嘛，对不对？反过来了，是不是？说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他不敢对中国做什么。那么其他东盟国家呢？东盟国家现在还是很高的税率，比如说缅甸、老挝40%，菲律宾、马来西亚是19%，降至10%的最低关税之后啊，那它现在可以让它商品有没有办法有竞争力呢？因为它要增加15%了，说其实也不会啊，也不会。在这个状况下，大家变成是说什么呢？东盟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包含印度啊，还有就是说你这些欧洲，它很多国家就变成是什么样？我就按兵不动，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你朝令夕改的一个状态。你早上跟我讲的，跟你晚上跟我讲的事情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尤其是欧盟，他们就变成是说呢，我现在不做任何的反应啊，我现在不做任何反应，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变，所以我就放着让子弹飞一下。那
印度呢也很衰，他刚签完这个贸易协定，那现在立刻又变了。那印度的老三哥啊，他就是你跟我申辩，那我也跟你申辩。然后印度跟美国是差不多的哈，他们对于合约的这个稳定度啊，他是不看在内的。我要随时可以撕毁，我可以讲话不算话的。好，这是在这里。各位有没有说老师很奇怪，美国怎么会做生意讲话不算话的？这个以后再开个课跟各位去讲啊。其实美国做生意或他们所谓的合约精神啊，那是有但书的。那各位去理解这个意思。这个老师做过长期的研究啊。美国的契约精神呢，它基本上只在于是说，当利益我们可以平等化，或是说我不想舍弃这个利益的时候，或是我撕毁的损失比我利益大的时候，我不会撕毁，我就是说 keep my word，我就是一定会遵守我的承诺。但是如果我的违约的利益大过我遵守契约的利益的时候，我不需要跟你遵守承诺，我就可以去毁约。这个东西从哪个地方看出来？感恩节这王八蛋的节日就知道了。感恩节是什么东西？你感恩谁啊？你他妈感恩印第安人，然后把他们家全抄了，酒足消消乐。你跟我讲感恩，你感恩谁？对不对？那没有感恩嘛？你们把人家抄家灭族，你跟我讲感恩，感恩什么？是不是？完全没有感恩状况。英国他不5月号让美国独立，那你跟别人谈的事情，你用谈的吗？你用打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啊，在跟美国来讲，他们的契约是有限的。你要明白他们的民族性，他所谓的deal这些合约啊，那是跟上帝之间的契约啊，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宗教观啊，我所有契约都是上帝在看顾的，我违约我对不起上帝，我不对不起你，对不对？那你算谁啊？对不对？利益够就好。这以后开课跟大家去讲，这个今天老师做了很长期的研究。所以美国的合约啊，你要去明白，就是说它的利益点在哪里，你要让它是这个利益啊，让它舍掉，他会觉得痛的，那么这个合约会生效。如果他舍掉了，赔你个违约金都说不痛了，他一定不会遵照合约。就像什么呢？之前呢，我们所谓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钢铝大涨的时候，钢价跟铝价一日三价，早上给你下单的，对不对？然后下午他就可以给你涨价，涨价没关系啊，你不买就是我就直接给你违约。你是很多在美国期货所都这样，违约了，我他妈涨价还比较高，我不管你违约金之后呢，我自己还赚的，那是不是它合约有重要吗？不重要了。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欧美的一个欧美法或者是欧美的精神来讲啊，因为我之前念法律的，你就明白他们很多东西啊其实是避免人家的道德最下限能够的状况啊。你最下限的地方在这里，那你不能比它更下限，只有他们的法律在这里。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法律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你言出必行嘛。对不对？你言出没有必行，那就是你的错。那你在哪也不占理啊？这个是文化啊，这个是文化。中国毕竟我们中国地区啊，我们的粮食取得的容易程度啊，比其他的那些欧美国家还是比较容易。那我们的这样就比较注重，就是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要符合道义啊。这个在其他国家的文化是没有的啊，这个文化没有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美国他自己的这个状况之下，就会变成是说，你现在这个关税一反，让他们自己的通货膨胀立刻就降下来。因为是好消息，通货膨胀降下来的原因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这额外的关税了嘛。关税到底能不能退回去给这些商家手中，进口商，比如说 Costco 啊，比如说其他的 Amazon 啊，这些人能不能拿退税？不知道，因为特朗普他只能自己去搬国库的钱，但是你想他国库里面搬钱，那就没那么容易，好吧？因为特朗普自己告自己，然后求偿100亿嘛，对不对？会不会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过我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告自己这个事情也蛮有趣的。反正球员裁判都是我的，你想怎么样呢？是不是我自己可以签准我自己对自己的赔偿嘛？是不是？你拿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要从他的口袋里面挖钱出来，那就不容易了，因为国库是他家的嘛。你挖他的钱，你1000多亿，你从他口袋拿出来，有这么好拿吗？不好拿。就算是美国公债也是一样，你真的还能够轻易的卖掉1-2千亿新的公债吗？那就有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拿退税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再去依照那么高的关税去付这进口了。所以说已经在路上了，本来应该是已经想到说我不需要涨价的东西啊，那就变成是说我不需要涨价了啊，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关税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变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美国通膨啊，就是会先下降一点。那这样的下降对于美国是不是有长期的帮助呢？其实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因为特朗普只要还在位啊，那这个国家不可能安生，你也不可能说迈向稳定，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拆权当日啊，虽然从那个通膨指数从2.31骤降到2.18。那通膨风险溢价从0.4到0.35，但是它这个无法维持长期啊，因为大家还是认为特朗普讲话不算话啊，再加上这美国千亿的黑洞，财务黑洞会出来，这个事情啊，对美国经济来讲，其实你的短时间上是利多，但是实际上长期还是利空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守信用的政府的时候，那么你的商家跟百姓是无所适从，但是至少
现在不要再涨价了啊，这个是目前暂时可以得到一个事情。那对其他国家有没有帮助呢？对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大家还在观望啊。你要增加15%的特别关税，那要从18%变成25%，那这就变成大家还在观望，看你要撑多少。这个东西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其他欧洲国家，你即使在忍受5个月的这个所谓的再加15%的这些关税，对他们来讲那是可以消耗的状态。为什么？你一传出去至少3个月啊，比如我们可能要跨半个地球去送到这个地方，说传奇抓1到3个月嘛，对不对？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还是一样观望，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家底啊，欧洲他们有这个家底，或是像印度啊，他们有这个家底，他是扛得住5个月的。你说扛5年能不能扛得住？扛不住，但是5个月他们是扛得住的。只要好好的扛过5个月，那么你这个关税壁垒必然垮台状况之下，那我们只要晚1、2个月，或是这1、2个月，我们就减低我们出口的量。后面2个月啊，那我们再增加一下我们的出口的次数。那么你真的到了它港口的时候啊，你可能你该有的变化就没有这么容易再去生变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要等看啊，时间可以解决到这方面的一切，这个事情是可以去理解的，好吗？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马克说，一里智力发展最新模型，数据连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马斯克他的东西其实基本上他是往正确方法去发展的。我们虽然看中国很强，那也不代表是说那个马斯克他的研发是错误的，没有，他的研发也是很强。马斯克的他的研发我看过还是很强，只是说呢，他没有这么大的参数基础能够去做。各位老师之前跟老师问这个所谓的 CDance 或之类等等事情啊，各位你要去明白一件事情，任何的一个在 AI 去做绘图或去做短视频的，你在欧美国家很多都很先进，做得很棒，这是真的。但是你只要使用它，你必须付钱啊，$20这是一个基本的，$10和$20，$10到$20，你是必须要去支付这个月费，你才能够去使用的。这个本来就应该使用者付费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比如说你看中国豆包啊，因为 CDance 就是数字，就是那个字节跳动做出来的嘛，对不对？那问题是豆包它本身你让它去由纹身图，光纹身图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免费的去让它生图了。你懂我意思吗？它的 AI 绘图是不用钱的 ，for free， 对不对？你可能在外国，你给他自己加一个 server， 我自己在电脑里面做 Stable Diffusion SD， 你才能够去做的事情，不用哦 ，I give you free， 你直接在豆包上面，不然我生什么图呢？给生出来的，甚至你一天还有10次的，怎么样？把图去生成视频，for free， 这免费的。那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就因为它自己的基数很大。有难以计数的人，然后至少是以1000万级别的人去给你喂这些关键词，喂这些模型，喂这些的那个变化，对是非对错都帮你去喂好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得到了一个经验速度非常的高，加上你在中国，你的电费是便宜的，电费真的比欧美国家便宜很多的，你电费也便宜，是不是？那人工也便宜的状况之下。那加上他们自己 AI 的，当然是没有办法去跟那个辉达的去比，那个是很现实的。但是人家有量啊，人家串起来1万台可不可以？它是有办法去达到的一个事情，懂老师意思吗？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机房的集群的时候，他们的成本是可以通过量去取胜的，量变引起的它的质变。所以说它的 CDance 出来，为什么让大家这么样的惊讶？因为它的 CDance 做出来的，甚至你给它的台词、它的嘴型都给你他妈对出来了。它的这个精细程度真的是非常接近这个美国的 Midjourney， 那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不能说跟 Midjourney 一样 ，Midjourney 还是比较更胜一筹。但是它因为有这样子的成本的优势，我只要你美国的成本的1/8，我就可以研发出来的状况之下，那么凭什么我明年不能比现在再强2-3倍呢？会懂老师意思吗？也不包含的是豆包，它现在有1.8到2.0的大模型 ，DeepSeek 3.1、3.2，还有它其他的，比如说同义千问，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百度的易言、文心一言，很多的这些大模型，它们进化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我只能说惊人啊，比如说豆包来讲好了，或是那个 DeepSeek 啊，DeepSeek 最简单的 ，DeepSeek 它本身呢，它可以动到100万的 token， 就是说100万 token 上下的那个上下文，它是可以思考的。它不是只有几千个字去思考，它是100万的字去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整体大模型强大到什么地步了。它可以思考的东西是，它不是只有你那个指令范围内的，它可以做到联想了。
当你的 token 可以到100万的时候，它不会只思考你现在给我的指令跟我的知识库有什么关系，它可以思考就是我这么庞大的知识库里面，我如何触类旁通。今年它已经付诸了，包含了 DeepSeek， 它今年就已经付诸了100万级的 token 去上下文的时候，它还没开放 API 啦。就光100万级的上下文可以去实践的时候，明年的此时，它可以让这个机器人不但拟真，甚至它还可以联网直接去跟你应答。这毕竟是2年内就可以做成功的事情，这是非常厉害的，好吗？中央蚂蚁伙伴直接清算了，这是有哈。比如说你金砖货币会不会金砖的体系去做结算呢？也会做，但是就是大家取得共识就比较难一点啊。说金砖的清算体系是一回事，中国的单边清算又是一回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机器，它从来不会只做一件事情。这个是各位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他们可以去运作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一个要点。中国的政治机器从来不做一件事情。如果说那个是习近平在去做独裁，你真的是傻了。他从来不需要做独裁，他也没办法管这么多事情，他只管重要的那几件事情去做决议。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维持国家稳定。他的工作就这一个，各位你要去理解，中共谁当中央主席都是一样，他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国家稳定，就这样子而已哦。他们没有其他工作，就是维持国家稳定。因为下面所有这些人大代表，或者是各个省的一些状况，他们有自己的训练机制，而且不会只做一件事情。所以说，你要去理解，中国谁都可以当那个中央主席，谁都可以当总书记，那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而他这个重要人物在是由他来去看管国家是能够保持安全跟稳定，那才是他自己要该做的事情，他的责任就这一个，好吗？不用跨境支付，有境外人民币清算，这也是有的啊，这也是有的。香港也这个是有，这个的确是对的哈。ICE 违宪什么做解散？他不会解散，因为他是皇权特许，你知道吧？先斩后奏，皇权特许，那就是锦衣卫了。说白了，他就是锦衣卫。东大游是美国1、2战劫取那个国家风水轮流转，这个是对，这个是对的哈。这未来中国绝对是他会再创造一个哦，我们之前在1000多年前所看到大唐盛世。必定是在各位现在，只要我们不太找嗝屁，我们几乎都有机会看到中国成为世界上独强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是独强？因为它有真正完整的工业实力打底啊，跟工业实力去打底。各位去理解这个意思好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的震撼。好，第二个震撼我们要看到战争战争还是要看一下，不然我们这时间讲不完。好，现在看起来美伊战争其实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谈判这一战去逼迫伊朗去做谈。但是各位去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美国现在一直不断持续的去集结他的军队，他不是在过年之前集结好，他准备打，而是他现在到此时此刻，他还不断的增援，不断增援是很危险的事情。不断增援危险的地方是在哪里？不是说他的军事实力可以毁灭伊朗与否这个东西是其次。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不断增援了你所有的好几倍的士兵一直不断的在去集结，比如说他空中集结60架 F-35、12架 F-22的隐身战机，还有大量的 F-15、F-16战机，还有是说他们海上林肯号，还有他们的福特号再往地中海过去，他要进行了整个这个什么前行作战。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打不打是一回事，光士兵的集结你就要花多少钱？懂老师意思吗？最可怕就是你部队集结起来了，你打跟不打都会拖垮一个国家项羽跟刘邦之间的楚汉相争，项羽就是被刘邦活活拖死的。为什么活活拖死？因为刘邦他有关中地区有萧何不断的从他四川那边从蜀郡那边不断的运出他的所谓的粮草过来，去给这个关中地区的那个什么，他那个什么老秦朝那个地方，咸阳那个地方，他守住了这些粮草，所以他拖项羽，拖到项羽后面怎么样呢？他就变成说他的粮饷不够，吃不饱了，所以他的士兵也开始溃散。最后项羽他虽然还是要3000人可以打你5万人，但是他也只剩下3000人了，因为其他都在垮了，因为没饭吃，你知道吗？你再勇猛你也没饭吃。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这个粮饷，所以说你今天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今天集结这么大的过去，美军集结这么大的军队过去了，那么谁去供应你的粮饷？当然是美国本土嘛。那能够撑多久？目前来看，它可以撑几个月，撑几个月呢？叫做客观理想，它可以撑几个月。几个月这个数字是不精确的，为什么？因为你今天集结了，撑几个月之后，你他妈要不要回家？
你后撤的时候，你的一些军队上人不用吃饭吗？不用拉屎吗？都要嘛，对不对？所以说你集结的是一笔钱啊，维持是一笔钱，你撤退的还是一笔钱。所以过去在古代的粮草运输是，我10分的粮草运出去，哦，半路吃掉3分，运到你的现场，给你3分到4分的粮草，剩下3分再让回去的这些粮草官去路上吃。所以说你10分过去，4分能够到大营里面去，已经了不起了啊！一般来讲就1、2分啊，你到大营里面可以让那个士兵可以吃上一个热餐，就很了不起了。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差不多，因为你那些所有东西，你要粮食要去运输，还有你要怎么样去替换那些零件，都是问题。所以现在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你集结这么多了，你不打也不是，打也不是，你现在的美国国内状况也不好，那么你要集结这么多，那么你除了打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打呢？所以说，我老师认为啊，要么就是3月7号之前打，要么就变成在4月7号的时候，然后他在下定决心啊，要把这个战争把它一次完结。啊，他这个状况是比较危险的，比较安全大概就3月中左右的时间。那可能如果没打3月中状况之下，可能会比较安全。但是到3月底快到4月的时候，基本上又是在危险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因为集结起来是要钱的，撤退也要时间，很多东西你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轻易的从你这个战场里面去脱身。那这个一旦打起来，原油一定会涨价，因为中东地区你那个港口那个海峡那边。那么一定会产生的问题，那么油价也会飙升，油价飙升，那又产生什么问题？全世界的通膨又起来了啊！全世界通膨起来，那就包含了美国通膨也会起来，因为他们按照国际油价去做。那这个时候，中国会不会也会成本增加？会，但是不多。为什么？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签订了长期的协议，还有那个西亚部分、中亚部分给它的一些石油的原油的进口，加上中国自己本身它也有原油的储备，所以它自己的工业运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他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油价变成150美元一桶的时候，那么你的成本就比现在翻上2番。翻上2番的时候，你卖东西要贵，卖贵那百姓你受得起吗？百姓受不起，那你是不是要涨薪水？你他妈涨薪水，钱那我是不是在防这个东西在涨价？恶性循环就要出来的。说猪肉涨价，你为什么卖草莓要贵？因为卖草莓它要吃猪肉，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说这个战争一打了又是世界大乱，就整个世界经济又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问题。这跟打乌俄之战是不一样的。伊朗战争一打，有本事你就外科手术的状况之下把哈梅内伊宰了，但是你宰了哈梅内伊也没有用，人家已经去中心化了，所以他在哪个地方的这个导弹机都可以随时发射。那你哈梅内伊有没有穿内衣都不重要了，他随时都可以让其他的节度使去对以色列做攻击。他不攻击美国，我打不赢你可以吧？我他妈就打你爸，打你以色列。对不对？2000发导弹，不要说2000发，500发导弹，你他妈你的国家就得灭国，那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严重。说这个状况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在整个的2026年里面啊，最危险的，老师还是认为它是在这个在伊朗这个地方，它会牵动于全世界的你所有经济跟金融的脉动，因为原油这个东西在中东毕竟还是很重要的。美国的页岩油它是已经快要开采完了，它去抢委内瑞拉的，那也要看别人买不买单哦。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抢到你愿意卖，别人就愿意给你买，这是两回事。加上你欧洲它现在也正在去美化，各位要去理解，欧洲现在自己也在去美化，想办法让美国对它影响越来越少，他们自己在找头寸，自己在找路线。所以说，老师过去跟各位预测的世界分成4大块，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这一定会实现，好吗？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哈，最后看一下这个是乌克兰。乌克兰我们很久没有讲了，我们尽快把它讲完。乌克兰这个状况啊，我们知道乌克兰最近啊，它似乎在它的一个反攻里面啊，收复出它一个201平方公里的领土啊，等于是说呢，俄罗斯12月份占领的，去年12月所占领的这个面积啊，又失去了啊。这个事情是不是代表乌克兰它军队可以胜利呢？其实各位要去想一件事情，我们看表面上乌克兰的军队的确收复他们的失土了啊，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胜利。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俄罗斯他在打这个仗的时候，他每一直往前面去进展的时候，俄罗斯也要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就是要布防啊，或者是要兵力去补充，还有就是说你乌克兰你越缩越窄，那你的主力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你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个人的怀疑啊，我个人的怀疑是什么呢？他可以取得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战果，我认为是俄罗斯他反过来诱敌深入。因为你只要把这个土地占领回去啊，而且这些地方有地方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这种普利莫斯克这
中心区域哈，那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里面包含了有什么炼油厂哦，还有是什么之类等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设备在这个地方。那你把它占领过去之后，把它光复你这土地之后，你需不需要派兵镇守？你这个地方如果需要派兵去驻守你收复的失土，那么你其他兵力是不是就少了？你要么就把其他兵力抽调过来去守护这边，要么把你之前所藏起来这些精英士兵啊，再把它从国内调过来这边边防这边，然后继续驻守，对不对？那你只要把军队一开始驻守，俄罗斯再打过去的时候，那么你的人力资源肯定消耗掉，因为俄罗斯它有无人机，然后它有它的那个超极速导弹，它有它很多的方法可以直接去摧毁你的有生力量。所以你只要一旦布防啊，你代表你的人已经进驻了，你人已经进驻了，那就不是打游击战，因为你的城市占回去，你必须打的是巷战，打的是城市战。那么我只要打你城市就可以了，因为你人已经在这边，你是不可能消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乌克兰的局势上面呢，我觉得现在好像似乎是被俄罗斯有点是诱敌深入了啊，不能说诱敌深入了，那本来就是乌克兰的土地啊。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把你的兵啊诱引出来，把它拉出来之后，然后呢，我再去把你围点打援，因为我只要把你困在这个地方，你要守住这个地方，那你要运补，你要士兵的轮调，你要去干嘛的？补充军火，那么你是不是就在建立新的生产线？这个地方我之前已经攻击过了，里面有没有地道？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路线？我也不知道。那你只要一进去了，我一点打援，我继续再做一个新的红军城，继续消耗你有生力量。那特朗普又说6月必须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你把人家有生力量打掉了，那后面再打进去的事情，对俄罗斯来讲，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啊！加上冬天已经过了嘛，立春都过了，冬天已经过了，今年又暖的特别早，很多事情啊就变得扑朔迷离，你很难去处理的，好吗？各位去理解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老师有看过劳 A 在美国的经历吗？我看过，这看不多了啊，他的东西我看不多了，但是有看过了，因为当时前面阵子很火嘛，对不对？因为他讲的事情我之前就知道了啊，他讲的事情其实我之前就知道了，所以说我很多贵客是在世界各地的，你知道吧？我的八卦的来源很多，所以说他讲的事情，其实之前我有一些贵客，他们也是从事这方面的，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或者做这个生物科技的了或是那些学术研究的。含了很多的那些高达的这些零件这个事情啊，我好几年前就听过，但是呢，从老 A 讲出来，我也觉得真惊悚啊，那就不是说我们朋友之间聊的一些小八卦，就变得有人去公开证实这一些的。以前我不相信啊，你人可以随便卖的吗？我觉得钱可以随便卖的嘛，但是客人讲说，老师这都有定价的，好不好？说都有定价，他天天都跟那些零件师傅在一起，他说学校都有，或是他们的公司都有定价。我说好吧，你今天那么久就听吧实际上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那老叶讲了，就变成是说靠，原来是真的。好，老叶是蛮有意思的，人家真的是可以拍个电影的，因为他怎么样从美国得到消息，然后跑到加拿大，然后再想办法逃回中国，哇，那个事情真的厉害。老叶我觉得是也是一号人物啦，这蛮厉害的事情。所以他最近讲的一个事情其实各位也可以去做哈。其实老叶最近讲一件事，既然提到，我们就稍微聊一下。老叶最近讲的一个观念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也跟老师过去的预测是有一点雷同，但是他的方向是更全面的。他说什么呢？他现在鼓励大家去美国留学尤其是大学高中那些就不用了，鼓励去美国留学干嘛呢？你也学不要什么高科技的，你也不用去学了，对不对？你只要把你在酒馆里面去招募你的新兵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很多的教授失业了，很多的研究人员失业了，对不对？只能在酒吧里面了，就像我们 RPG 一样，要去酒店里面去招募英雄，对不对？他说：“你就去那边，去酒吧，去学校，是不是把人才挖到中国去？自然有人跟你去对接。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还真没想过。我讲说，你现在去其实得不到什么样的好处。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一个那个失业的美国教授他在拍 YouTube 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是我就去美国去把他挖回来，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一个哲学教授，你把他挖回来去教我们的学生，不是很棒吗？对不对？他都失业了，他能要求多少了？是不是？”我想这是我在想这件事情，怎么没有人去把这些教授挖回来？他都失业了，对不对？那研究人也失业了，军人也失业了，他妈为什么不把他挖回来呢？对不对？结果老魏说你应该把他挖回来。据说他们还要去实践过。我在讲反向增援，你知道吗？对不对？美国之所以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是因为二战前后，他把世界上包含苏联、包含德国纳粹所有的科学家。
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学有专长，对不对？我都海纳百川。你就来美国，我给你一个美国梦，我给你一个房子，给你车子，给你票子，甚至呢，你还可以给你妻子，都没什么问题。你只要来美国都好。所以美国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它海纳百川，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常识啊，这不是我老师发现是常识。但它现在变成逐客论了，就是把你所有非美国的都把你逐出去。那你是白人也不行，那你必须公司里面还要有黑人，还有少数族裔，对不对？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就不合理了，对不对？不是用他能力去分散的。那么中国就可以怎么了？反过来去做，对不对？他也可以海纳百川，那把你的人招过来，把你的知识人过来，在中国养你嘛，是不是？虽然给了可能美国那么多，但是呢，你在中国生活你也没需要那么多钱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老 A 这个他脑袋真的是也不错，那这个真的是蛮不错。我没想过，我就想过我个人去把他挖回来不是很好吗？或者谁把他挖回来不是很好吗？老 A 是说你就直接反向增援，书念不好没关系，对不对？反正念得好了你也找不到工作，念不好没关系，把那个有前途的同学啊、教授、失业的一些科技人员抓回中国不就好了嘛？那就是聪明。老 A 这个人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好吧？那其他的事情啊，那我们其他的来不及讲了哈，因为包含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谈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记得啊，那个明天开始开工了，那么良辰吉时老师等下会修啊，老师等下修好。那记得那个还没有点灯的啊，到我们的点灯站里面啊，你可以去开始报名啊。你经理老师跟我这边，你只要报一个，你报过我就不用报过经理老师，你报过经理老师，你也不用在我这边报第二梯次，都不用，我们两个是共同举办的，你说报哪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好，那看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下周三我们一样去做更新啊。从这个过年后开始啊，老师更新次数一定是稳定变多，因为过年时间老师本来要更新，但是我咳嗽，然后咳到不像话，今天好多了啊，这个咳得不像话，我没办法更新。但是之后呢，我们会好好更新的。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